他广发结婚请柬那晚，我却沉尸于荒野。他请柬上的婚妻，正是我的头妻。我的亡魂飘在他奢华的婚宴上，看他笑靥如花。殊不知那个许他一生的人，正是夺我性命之人。此时，许清月正忙着往外发结婚请柬。她穿着昂贵的礼服，行为举止十分落落大方。身旁的准新郎林夕贴心地为她挽起鬓间的碎发，眼里是化不开的爱意。晚宴中宾客众多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林夕环顾四周，似是不在意地问了句：“你没通知你几个好闺蜜吗？平常不总是形影不离，这么重要的日子都不来，你们闹矛盾了吗？”说完，似笑非笑补了一句：“总不会是对我有意见吧？”许清月脸色微沉，却还是撑起笑脸：“我再问问。”电话一个个打过去，不是在忙就是占线。林夕脸上的笑容也渐渐落了回去。那几个人一向排外，但很讲义气。这样重要的日子，他原以为再怎么说，做个面子功夫也要的。毕竟许清月是他们10几年的好友，而我光明正大的站在许清月身边。可惜这一次所有人都看不见我。我抬头望向舞台，只看得见一对璧人式的身影，那是许清月和林夕。林夕玩味地拿出手机，屏幕停留在和我的聊天界面上。南仓，10年又怎么样？老子想要的女人还从来没有失手过的。7天后就是我和清月的婚礼，你有本事来吗？我连起眸子，我有本事来，他却没本事见了，因为我死了。宴会结束，林夕和许清月一路恩爱到车上，翻进后座，司机见怪不怪地升起挡板，启动车子。林夕把脸凑到许清月面前，许清月娇笑着别开脸，在男人的脸上啄了一口。男人声音放软，显得乖巧可爱。孩子气道：“不许嫌弃我。”许清月失笑，揪着林夕的领口，将自己的唇瓣送到他的唇边，随后便是绵长又窒息的吻。我忽然感觉空气闷得不像话，于是飘到了车外，看着他们暧昧拉扯，搞得我浑身鸡皮疙瘩。等我回过神来时，他们已经抵达了目的地。走进别墅，我便跟了上去。许清月进门后，随意地将高跟鞋甩在鞋柜前，然后给自己倒了杯热水。林夕紧随其后，环住了她纤细的腰肢。许清月转身，露出先前因为燥热的天气扯低的裙子，大片的春光展现在男人面前。怕什么？许清月紧紧贴着他，任由林夕摸着她的脸颊。怕你不要我，怕我不能好好拥有你。许清月不加思索，不会的。许清月的笃定让我一阵恍惚。从前我们最相爱时，许清月也很笃定。她说，我许清月这辈子只爱南仓一个人。那天我以为和我携手共度余生的那个人一定是他。我和许清月从初中同桌到高中同校，从大一恋爱到共同创业，16年。我们在公司发展步入正轨时订婚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其实今年我们要结婚的。可我们相识的第16年，相爱的第10年，许清月变了。大概是从她不再给我发消息嘘寒问暖，从她坐在我对面抱着手机怎么也压不下嘴角的笑，从她开始每天给林夕发早晚安时。所以分手时，她把罪责都怪在自己头上。我遂了她的愿，没有把后来林夕挑衅我的证据拿出来。其实林夕刚出现时，我并没有多想，合作伙伴宠爱的私生子，想来我们公司历练。为了谈成那笔生意，许清月跑来征求我的意见。她说建议安排林夕去当助理，做些端茶倒水的琐碎事情，就当花钱养个少爷，公司业务不方便让他碰。我信以为真，却不想许清月让林夕做了他的贴身助理，一做就是1年。而许清月又千方百计地把我劝去了国外开拓市场，一待又是1年。再回来时，我成了许清月的前男友。他把离职书推到我面前，连带着一份股权转让协议。南仓，从前我们说过，如果有一天遇到了让自己更心动的人，我们就和平分手，你还记得吧？许清月和林夕滚进卧室时，我躲在了客厅。真庆幸我和许清月还可以保持一小段距离，不用让我亲眼看到那些肮脏恶心的画面。虽然林夕早已给我发过他们的视频和照片，许清月的手机扔在了客厅，嗡嗡的震动声一刻不停。我凑近，屏幕上显示的号码竟是我的，脑海仿佛被炸开一般，我震惊地愣在原地，指尖微不可察地颤了又颤，死亡前的画面被一帧帧放映在眼前。惊惧、无助。我记得答应许清月分手的条件后，我离开了公司。林夕找到我，想要和我谈谈，然后我们去了公司附近的咖啡店。本来只是想看看许清月对你的感情有多深，结果也不怎么样嘛。我不愿和他废话，可刚出门就被几个人抓上了一辆面包车，车子一路颠簸，从市区到郊区，从白昼到黑夜，直到山风呼啸，细碎的树枝划破我裸露出的胳膊。林夕让你们来的吧？我强行镇定地开口问道。面前的4个男人形容酷狗，眼眶凹陷，身上散发着一股特殊的恶臭味道。为首的那个人狠狠吸了口烟，看向我的目光像在打量待宰的羔羊。我心如擂鼓，还是努力寻求生机。我身上没带钱，放了我，别人给你们多少，我出双倍。这句话收获了刺耳的嘲笑声，那些暴力的脸上都预兆着我大难临头。小子，下辈子常常记性，别惹了不该惹的人。我的膝盖被铁棍敲碎，指骨被皮鞋碾过，脸上更是被巴掌扇得高高肿起。其中一人有些可惜，怎么就不是个娘们，不然还能爽一把。另一人猥琐接话，你瞧这细皮嫩肉的，是不是娘们有关系吗？我听着这样的对话，心里一片冰凉。后来有人剥去了我的外衣，极致的痛苦，极致的羞辱。我用尽全身力气撕咬下一块血肉，惹怒了那头畜生，于是我的生命终结，痛苦也随之结束，鲜血汩汩流了一地。在睁眼，我站在许清月的身后，看着她牵着林夕的手，宣布婚期。算算日子，他的婚期，我的头七。半夜1点，许清月系着浴袍走了出来，她拾起落在沙发上的手机，看到未接来电时，瞳孔缩了又缩。林夕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来：清月，怎么了？许清月压下眼尾，将通话记录删掉。
握着手机走向林夕，投入男人的怀抱。刚出国那段时间，许清月总会和我视频通话，她会和我抱怨公司的事情，会和我撒娇说如果我在她身边就好了。我一边处理文件，一边回应她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撒娇了呀？我以为我只是随意的打趣，却没想到她的脸色一瞬的煞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两个人在一起很久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许清月从林夕的公寓里出来，临走时，她轻轻地落在林夕脸上一个吻。从前，许清月最注重时间，无论刮风下雨，她都会准时起床，也不许我懈怠，生怕耽误当天的工作。16年，我习惯了她让我习惯的习惯。可原来，打破一切的特例只会给特定的人。我跟着许清月到了公司，跟了我3年的助理正捏着合同，在许清月的办公室门口急得团团转。见到许清月，他有些着急开口。许总，前几天南总谈的那笔合同签约时出了点问题，对方一定要见南总一面才肯签。许清月瞥了助理一眼，似乎并没有太当回事，而是理所应当的说：“那就去给南仓打电话，他会过去的。”手机听筒传来一声声无人接听，或许是无人接听的次数太多，许清月的眉头越皱越紧，手中翻阅的合同被他用力砸在桌子上，目光扫到站在一旁的小助理身上，不耐烦3个字写在他脸上。助理缩了一下肩，我站在桌子旁，有些意外，为什么自己的电话接不通？明明昨天夜里我的手机还打了电话到许清月的手机上，恐怕许清月觉得我是故意的了。我抿着唇勾出一抹自嘲的笑。昨天夜里我的手机还打了电话到许清月的手机上，恐怕许清月觉得我是故意的了。我抿着唇勾出一抹自嘲的笑，百无聊赖地扫视着随意散落在桌子上的合同。合同里的条款被改了很多，和当初我谈的条件完全不一样。林夕的手笔，毕竟他接替了我的位置。许清月半天没有说话，一直紧盯着手机屏幕，屏幕上是他和我的聊天界面。2分钟前他给我发了条消息，速回电。许清月紧绷着下颚，酝酿着一触即发的怒气，直到她的好闺蜜徐薇给她打来电话：“清月，南仓不在公司。”徐薇的话被许清月打断，不等听筒那端的反应，许清月匆匆挂了电话。许清月的电话挂得太快，以至于我无比想要知道徐薇后面想要说什么，却无从而知。是想说我不见了，还是已经知道我的死讯？许清月走进会议室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。那笔单子我谈了将近半个月，在敲定时，许清月和我提出了分手。不少人说许清月卸磨杀驴，现在魔转不动了。徐薇赶到公司时，许清月正在大发雷霆：“没有南仓，公司就没法转吗？一大帮子人竟然抵不过一个南仓。”徐薇敲门的手顿在半空，她站在门口踌躇了10几秒，还是冲了进来。跟在她身后进来的人是林夕。清月，怎么了？林夕快徐薇一步开口。许清月回过头，直接忽略了站在一旁的徐薇。这个合同你看看怎么回事？光和那边突然反悔，说要见到南仓才肯签。林夕的眼底划过一抹难以捕捉的异样，他接过许清月手中的合同翻了又翻，是不是南仓搞的鬼？徐薇紧攥着拳。许清月默认了林夕的话，他说了一句散会，将林夕单独留在了会议室。人都走后，徐薇冲上前揪住了许清月的衣服。许清月，你特么真不是个东西，南仓死了，你连给他收个尸都不愿意吗？这是他亲手创立的公司，你把他轰出公司，任人诋毁。许清月，你特么的是不是人？许清月，你特么的是不是人？徐薇揪着许清月的衣服将她扔在地上，她心事重重的来，又怒气冲冲的走。我想要追上去拦住她，问问她怎么知道我死了，怎么会来找许清月。林夕赶紧将许清月扶起来，她为什么不在未婚妻被人动手的时候出手拦住徐薇？我想大概是惹不起吧。孬种，徐薇说我死了。许清月显然一副不信的样子。我能理解，毕竟许清月知道的，我从来都很惜命。大3那年，爸妈因为一场车祸双双离世，一夜之间，我失去了最亲的亲人，我变得脆弱无助。是许清月把我从悲伤的深渊里拖了出来，她说我还有她，所以我要照顾好自己。那之后，我变得格外惜命。许清月简单处理了头上的伤口后，开始埋头工作，仿佛我死了这件事对她来说不过一句笑话而已。许清月接过了光和的那笔单子，亲自找光和的人谈判。我跟着他，再一次走进光和的办公楼。这一次接待许清月的是光和的刘副总，他的目光若有所思地扫在许清月的身后。南总没来，许清月脸上的笑淡了下去，声音也疏离了几分。刘副总，我才是新茂的负责人。新茂负责人5个字将我唤醒。那次许清月让我去国外开拓业务时，他说：“南仓，其实我不希望你那么累，新茂有我就够了。这次业务拓展结束，你好好休息休息。”最后他说的那句“我爱你”，被那晚机场汹涌的人潮冲散。许清月最后又让了5个点的利润，单子签完，他肉眼可见的松了口气。后来徐薇给他发了个地址，殡仪馆的。许清月皱着眉，手指用力的敲击在屏幕上。徐薇再演就过了，笑死。他为什么会觉得徐薇愿意陪我演戏？徐薇可是他最好的闺蜜，大概是因为不喜欢我。我和许清月在一起后，只要我们同时出现的场合，几乎都看不见徐薇的影子。直到我和许清月订婚前夕，徐薇喝得酩酊大醉，然后郑重地把我的手和许清月的手叠放在一起，她骂骂咧咧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以后你敢不对她好，我杀了你。”我认真的点头。我怎么会对许清月不好呢？我几乎把我的一切都给了许清月，就连新茂都是我用那次父母意外离世的保险金填了资金缺口。那天许清月也喝了不少酒，我们和徐薇、明浩和梁晨围坐在一起，每个人神情都很放松。那天徐薇说，如果将来她要嫁的人不是我，那她的婚礼他们一定不要去。许清月将手机扔在了副驾驶上，手机屏幕顶端，徐薇几次正在输入中，到底什么也没有回复。可我的心口没来由的一阵撕扯和疼痛，仿佛整个灵魂都在被炙烤，意识也逐渐开始涣散。我想，
我终于要离开了吧？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放不下。意识回笼时，是某一天的凌晨3点，我好像睡了一觉，梦里混沌一片，有人在压着声音哭，眼泪砸在我的手心，烫得我浑身一颤。我睁开眼，却只看到许清月正对着镜子一遍遍确认自己的婚纱，她的脸上漾着笑。摄影师驾着机器一路跟随着许清月的动作。我环视一圈，熟悉的房间里，玻璃上多了一些红喜字的窗花，梳妆台旁的日历上被一个红心框出今天的日子。原来竟是许清月和林夕婚礼这天，而他们的婚房是3年前我亲自设计装修的。今天会不会堵车？我怕误了时间。许清月的声音拉回我的思绪，她搓着手，有些紧张。我转过头，看到了从另外一个房间走出来的许清月的父母，他们的头上添了些白发，但大概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2个老人的嘴角始终扬着。你从小就是急性子。许妈妈手里拾掇着大红喜床上的红枣莲子，似乎并没有看见许清月脸上闪过的一丝尴尬。许爸爸脸上的笑没挂住，一下子垮了脸，老人的眼神明明暗暗，看不清楚情绪。他拦住许妈妈的手，把许清月往里屋带。清月往里屋带，我没有跟着他们进去那个房间，可还是听到了父女俩不断争吵的声音，断断续续。我又一次听到了自己的名字。等我凑近时，只听到许爸爸沉着声音说，去年许妈妈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。许清月出门时脸上不是很好，她掏出手机在给谁打电话，但电话一直没打通，直到摄影师催促着，新郎来接你了，该出发了。10几辆黑色迈巴赫从小区整齐而出，排场极大。许清月坐在婚车里，一直不停地拨打着电话，电话的嘟嘟声让她有些急躁。突然，所有车子全都停了下来，视线飘过去，同样一排黑色迈巴赫在对向停了下来。第一辆车头上铺满了黄白菊花、玫瑰和百合，竟是送葬的车队，红白相撞。许清月本就不好看的脸色更难看了几分，可对面那边没有一人下车交涉，双方僵持不下。我的心跳却如擂鼓，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熟悉的面孔，那人手中捧着的我的照片。我震惊地愣在原地。这条林荫道从不是送葬的必经之路，除非开车的人是故意的。原以为不会再痛的心口像被尖刀刺入般，一下一下剧痛难耐。许清月眼睛都红了，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婚礼完美无缺？碰到丧葬队实在是不吉利。林夕下车交涉，后排车窗没有落下，只有司机轻飘飘从窗缝中甩出一句死者为大。最后到底是许清月他们让了路，送葬车队呼啸而过。许清月已经快要哭出来了，林夕的表情却可以称得上得意。他回头望了一眼远去的丧葬车队，嘴角勾起弧度，转头安慰许清月时又变成了温言软语的模样。许清月和林夕到底是误了时辰。回到婚房后，林夕也没有见到许清月的父母，但他似乎并不在意，而是走了遍流程。一行人跟着车队风风火火的又往举办婚礼的场地去。林夕包了一座庄园，大片草坪上布置了唯美浪漫的婚礼舞台，像是误入仙境一样。我却无暇再看这些，脑海里全是那人捧着我照片的样子。徐薇，那个从来看我不顺眼的人，形容憔悴，眼睛红肿。我死了，他好像很难过。婚礼从11点58分推迟到12点18分，许清月终于结婚了。她伸出自己的无名指，任由男人给她戴上戒指。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着许清月和林夕曾经点点滴滴的过往。据司仪说，那视频是许清月亲手剪出来的。林夕笑得开怀，我却看得很是乏味。许清月剪辑视频的技能还是我教会的。上大学时，许清月突然爱上了摄影，她创建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，我就通宵熬夜学习剪辑。后来我们在自媒体赚了第一桶金，她来了兴趣就让我教她。席间，林夕一直在看着宴会厅大门的方向，像是在等什么人。直到婚礼结束，林夕等的人也没有来。期间，许清月只要能抽出空，就在打电话，而许清月的电话也没有打通。婚礼后，林夕的父亲拉着许清月说道：“今天倒是没看到徐氏的千金，我听小溪说你们有着10几年交情，今天本以为会见到。”许清月落在身侧的手微微一拳，不止徐薇，和他玩得好的另外2个都没来。许清月眼眶突然有些酸涩，脑海里想起从前徐薇说，如果将来她嫁的人不是我，那她的婚礼他们一定不要去的那句话。第二天早上，许清月打通了徐薇的电话，徐薇没有说什么，而是给许清月甩了一个定位，并且特意叮嘱别带着林夕，我们没人想看到她。许清月的手机开了免提，徐薇的话一字不落地落在了林夕的耳中，她适度地展现出落寞，惹得许清月一片心疼，顿时抱住她的手臂，没关系了，他们迟早会知道你有多好的。说完，许清月拿起外套匆匆出门，临走时吻了吻林夕的脸。车子一路疾驰，徐薇他们3个人早已等在了路边。我只觉得周遭的空气越发阴冷，荒郊野外，了无人烟。徐薇的脚边落了一地烟头，手上还夹着半根烟。明浩和梁晨看到许清月，头不约而同地瞥向另外一个方向。许清月走到徐薇面前，刚刚张开的嘴被徐薇狠力的一个拳头砸得闭了起来，鲜血顺着鼻腔嘴角流了下来。我被吓得躲闪到一边。徐薇是出了名的小辣椒，离经叛道，学了男人喜欢的散打，打得还十分好。许清月打偏了脸，眼底的怒意翻腾，声音都尖锐起来。徐薇，你有病是不是？我还没问你们昨天为什么不来参加我的婚礼，你们把我约到这种破地是要干什么？一言不合就动手，想绝交你就直说。徐薇甩了甩拳头，拎着许清月的衣服，连拖带拽地往山上走。越往里走，风越冷，树叶被风刮得簌簌响着，向来索命的乐章。我终于想起来，这是我出事的地方，我大概是死在了这里。徐薇站定后，将许清月一脚踹在了地上，厉声质问：许清月，辜负真心的人最该死，可为什么死的是南仓？干涸的土地上还有没被处理掉的斑斑血迹。许清月撑着起身的手一软，重新跌了下去。她震惊地回过头看向徐薇，
意思了半晌才开口：“你说南仓死了？”徐威看着他没说话，可他的眼神骇人，比看着一个死人还要冷。明浩和梁晨沉默着点了点头，手里的拳头却攥得咯咯作响。我看出来他们也挺想打人的，但是他们是男人，出于良好的教养，他们忍住了。许清月还是不信，他大笑几声后环顾着四周，突然大声喊着：“南仓，出来！我知道你在，你们联合起来骗我的，对不对？”突然，他的视线落在了草丛里的袖扣上，那是订婚时他送给我的。许清月扑了过去，他从草丛里扒出来那枚袖扣，上面还沾了些血迹。他大概是接受了我的死讯。空气从未像此刻这般安静。许清月从10点做到了12点，一言不发。徐威抽着烟，一根接着一根。正午的阳光晒得人发昏，我躲到了树荫下。徐威将烟头踩在脚下，捻了又捻。末了，徐威掀起眼皮睨了许清月一眼：“许清月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到这了。下次见面就是商场上的敌人。”许清月没有背景，从前上学时，许清月因为成绩好、情商高，和他们3个人走到了一起。初中到高中到大学，徐威一直和我们同校。明浩和梁晨选择了出国深造，在回国时，我和许清月已经确认了恋爱关系。创业以来，他们其实没少帮我们，经贸的发展离不开他们3个人在背后的鼎力相助。可现在，他们4个人好像要走散了。同样的16年，原来我们都走散了。许清月在山上待了很久，从日落到月初。许清月接通许爸爸打来的电话，嗓音有些沙哑：“妈的病，我还在想办法。”梁晨那边不太好，一直麻烦人家。去年是我在国外最辛苦的一年，每个月也就只能偶尔抽出时间给他们打个视频电话。隔着屏幕，我没有发现许妈妈的异样。而那一年，许清月和林夕打得火热，甚至到昨天，她才知道许妈妈的病情。许爸爸那边默了默，半晌才回他：“去年微微和小陈就来看过我们，你不用操心我们了。你选择谁，爸妈不干预，但爸妈想告诉你，成年人别后悔自己的选择。”看着许清月被自己父亲的话压弯了的脊背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是，成年人别后悔自己的选择。许清月的车速比来时还要快，躁动的引擎声盖不住许清月痛苦的嘶吼声。许清月是在深夜回到了婚房，林夕等在别墅门口，看到许清月的脸色不是很好看，温声开口：“老婆，你回来了。”许清月压抑着情绪，推门进去，入眼是被拆得乱七八糟的房子。那些我从四处搜刮来的具有收藏意义的装饰画，全都被堆在地上，画框折断了不少，花瓶碎片砸了满地，像是刚刚才被发泄过情绪。许清月皱着眉，语气淡漠：“你让人拆的。”林夕笑眯眯的，似乎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新生活新气象嘛，旧的都已经过时了。我不喜欢。许清月沉吟片刻，到底什么话都没说。趁着许清月洗澡的功夫，林夕让人把拆得七零八落的东西全都扔了出去。他拍下照片，炫耀似的给我发了消息：“看吧，你存在过的痕迹已经被我抹去了。”下一瞬，那边有了回复。林夕诧异挑眉，划开屏幕，一张血淋淋的照片跳了出来。林夕欣赏片刻，在许清月推门而出时扔出手机，配合一声尖叫。许清月检查了下林夕的手机，最终的结论是应该是中了病毒，换一部就行。等林夕睡着后，他捏着手机去了书房。昏黄的灯光下，许清月站在窗前，看不清楚他的情绪。他翻出自己的通讯记录，从黑名单里找出那天给他一直打电话的座机号码。搜索后，他才知道那是派出所打来的电话。许清月回拨了过去，电话被接通时，对面的警察愣了许久，听说是他杀并且犯罪嫌疑人已经逮捕了。许清月的脸色变得尤为难看，他立刻拨通了徐威的电话。徐威接得很快，就好像守在手机前等着一样。许清月有些咬牙切齿：“是你给林夕发的那张图片？”徐威，南仓就算死了，你也不能把怒火牵到林夕的身上。徐威在电话那边低低笑出声来：“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”许清月，你在怕什么？难不成南仓的死和你有关？许清月被徐威气得脸色涨红，暴力的声音响彻整个书房。徐威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吗？难道林夕不是你送到我面前来的吗？偷偷喜欢了南仓10几年，徐威，你敢承认吗？为了从我身边抢走南仓，你不惜给我下套。南仓的死你也逃不了干系。其实许清月变了很多，从前他不会把责任随意推脱给别人，可现在他竟随意将我的死扣在徐威身上。他的话于我而言，仿佛一颗石子扔进广阔的海平面，激不起一点水花。因为林夕不是徐威送到许清月面前的，准确的来说，或许是我。为了多谈些单子，让公司更进一步，我难得主动找上徐威，徐威帮我牵了线搭了桥。后来我把单子转交给许清月跟进，这才有了林夕要来我们公司实习这回事。至于许清月说的下套，我想徐威不屑于这么做，那样直来直去暴躁的人，听他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打一顿就好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就想起和徐威的第一次见面。初中入学报到那天，徐威和我一起迟到了，窘迫的我被他一道明媚的笑容所感染。他说又不是天塌下来了，可别在意。那时候我觉得徐威还挺好说话的，长得好看，乐观。后来我看见他把穿着校服的学生堵在巷子里，拳打脚踢，我便开始躲着他走，直到我的同桌许清月和他交好开始，我才知道原来他叫徐威。许清月给明浩、梁晨都打了电话，他想知道我的死是否和林夕有关，他们两个闭口不提，而我发现我可以逃离了。我是浑浑噩噩从许清月身边离开的，游荡在昏暗的街道上，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，又该去找谁。一个老人正用力地蹬着自己的三轮车，三轮车上是那些我最得意的收藏画作，破破烂烂，像极了我现在的样子。我跟着老人一路不远不近，担心自己的寒气惹他生病，又想知道那些画他会怎么处理。老人将车停在路边，喘着粗气，一辆熟悉的迈巴赫缓缓停在了一边。徐威从车上走下来，徐威将那些画一幅幅收进车里，给了老人一笔钱，惹得老人连连道谢。我对我的死不感兴趣了，
但我还是选择跟着徐威，或许他能带我去看看埋葬我的地方，或许我就可以彻底消失。徐威果真没让我失望，他拎着一打啤酒，深更半夜走进了墓园。我有些害怕的跟在徐威身后，几乎寸步不离。我的墓地位置很好，徐威应该花了不少钱，就连葬礼都是他安排的。我应该和他说声谢谢。徐威大口大口灌着啤酒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地上。南仓，如果你喜欢的人是我就好了。徐威的那句商场上的敌人很快有了体现，他不再和星茂有任何的往来，在圈子里也放出了狠话，没人敢和星茂合作，因为没人敢触徐威的眉头。许清月忙得焦头烂额，无济于事。我和他的心血终究付之一炬。徐威被许清月堵在办公室时，明浩和梁晨都赶了过来。许清月朝着徐威伸出手，南仓的手机给我。徐威挑了挑眉，凭什么？许清月被气得一噎，他把乱七八糟的照片扔在地上。这些照片都是南仓手机里的是吗？他早就知道我和林夕的事情，他这次回国就知道我会和他分手的，是吗？这些话许清月说得很慢，像是在凌迟着自己一样。3天前，徐威给许清月寄了一沓照片，那些照片是我亲眼看着徐威打印出来的，是林夕发给我的照片，连带着他和我的聊天记录。男人夺爱成功后的挑衅、炫耀和嘲讽。16年，你从来不清楚南仓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选择你是因为他喜欢你，他爱你，可是你配不上他的爱。徐威把许清月轰了出去。轰走前，徐威又把他打了一顿。明浩和梁晨摸了摸鼻子，两个人默契的装作没看到。其实我已经知道我死亡的真相，但那4个男人已经获罪，事情仿佛到此为止了。很奇怪，我又被许清月困住了，比起从前的距离还要更近一些，想躲远都很难。许清月把照片甩在林夕面前时，愤怒吼道：如果那天不是你找南仓去咖啡厅，南仓就不会出事。如果不是你，我该和南仓结婚的。许清月质问他为什么要给我发那些东西，嘴里还在呢喃着南仓该有多难过。我扯了扯唇角，难过不难过的都已经过去了，可现在被困着看他假惺惺的深情忏悔，真的很难过。林夕大概被许清月的话激怒，他站起身，随手抄起桌子上的相框，朝着许清月砸了过去。许清月，你个婊子，装什么清高？就算最开始是我先接近了你，那是我按着你跟我上床的吗？徐威可以拒绝我，你为什么不可以？不要当了婊子还想在我这立牌坊。我选择你不过是因为徐威我高攀不上，不然我怎么会看上你？离婚，我现在就要离婚。还以为你跟徐家关系多亲近，现在没交到好，反而结了仇。你真觉得自己貌若天仙是个男人就非你不可了？要不是以为你跟那3家关系亲密，像你这种女人我看都不会多看一眼。许清月不会同意离婚的，被他困着的日子。我发现许清月选择林夕，是因为林家的公司对她的助力远比我多得多。现在的许清月希望我还在，是想让我帮她解决麻烦，仅此而已。如果我没死，他将受益最大。争吵不断的日子，林夕被许清月折磨的精神有些不正常。林夕的父亲来看过他几次，每次都是好言相劝，日子过着过着就能过好。而且你看星茂不是已经恢复节奏了，把你老婆哄好，让她修复一下朋友们的关系，我们家就靠你了。星茂的确重新步入了正轨，只不过那是许清月找徐威换来的，这让我很意外。许清月用早已廉价的星茂股份跟徐威交换了我墓地的位置，星茂依了，而许清月到底也没找到我的目的。徐威保住了我的心血，也摆了许清月一道，他找了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，让他去祭拜。许清月站在墓碑前咬牙切齿时，我看见徐威和明浩他们站在远远的地方嘲讽他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芥。不过他们嘲讽错了，他不过是无法亲眼见证星茂一步步的衰败没落，他不爱我了，这也是事实。后来许清月找遍了他能找到的墓园，仍然找不到。我有些庆幸，我的墓碑前可以干干净净，而我能脱离许清月的束缚，是因为许清月疯了。他每天都在重复着那句：如果南仓在，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许清月果真疯了，他拎着刀冲进了卧室，看着熟睡中的男人，一刀刀捅得毫不费力。他握着林夕的手，捅进了自己的身体。徐威把我葬在了我爸妈的旁边。许清月没猜到，因为他早已不在意。回到自己的墓碑前时，我在这人世间留下了一个自私的愿望，希望徐威永远幸福快乐。